Hello，你好，我是莱斯，欢迎来到每周五更新的莱斯新 Game 报第56期。这两天最重大的新闻，应该算是《萨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的新讯息曝光，打100手，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退流行了吗？肯定是没有的。昨天有发了一个 mod 的教学，算是更新了一下《恶灵古堡2》重置版的 mod 安装。然后大家所期待的 H 里裸体模组已经有看到东西了，可是还没有找到地方下载，画面我也不放了，偶尔一支就算了，不能够说每一支都不开盈利。那也很感谢厂商可以一直提供外部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常常很干脆的就把盈利给关掉，做一些大家喜欢的影片。那今天这个广告我们真的是筹备了很久，希望大家会喜欢。想当年，我还能够靠游戏混口饭吃，现在，想好好活着都很困难。从疫情爆发以来，大家都说我是个雷包，就没假期，还缺物资。看你是没被烧过哦。We don't have to do this. 还敢接啊？这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嘛！好啦，我知道大家一定有很多话想要说哦，所以这一期我们特别的把移植游戏的单元往前拉哦，一定要先讲一讲。首先，霍格华兹的遗产 PS4、Xbox One 的版本，先前官方表示，为了让所有平台的玩家都有最佳的游戏体验，所以把游戏的发售的日期延期到4月4号。现在则因为了让所有平台的玩家都有最佳的游戏体验，再一次延期到了5月5号 ，Switch 则是依然7月25。我觉得也好啦，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就准备好再来，就像情人节或是女朋友过生日一样，宁愿礼物晚点送，开头的时候被人家骂到臭头，也不能赶鸭子上架，当天买当天送。人家礼物盒一打开，啪，一张太阳饼，你女朋友绝对怨恨你一辈子。那另外一款最近移植的游戏最后生还者 Part 1。这个该怎么说比较婉转呢？是不是太难为我了啊？我是29号才拿到测试的序号，我打开来看看。NVIDIA 的显示卡驱动程式有更新到当前最新 531.41 版，着色器用3080的显卡跑了约1个小时左右跑完。游戏认真是可以顺利执行，顺利跑不卡顿，可是并不稳定，只要一有需要点选视窗的状况跑出来就开始卡。那在30号凌晨已经有新的修补程式上线，官方表示本次更新主要着重于稳定性和性能改进。那我也立即的测试了一下，可能没有改到我这边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在购买之前请务必谨慎一点，观察一下最近优化的状况。
然后插播一个紧急更新，今天要开台的时候啊，巡了一下台，刚好看到朋友在开《最后生还者》，就去看了一下。朵拉表示，昨天卡成狗，今天都正常。发现就在今天的早上有一个 1.0.1.6 的更新，那我今天更新完之后也可以顺利游玩，都还蛮顺的。状况我想应该是舒缓了一些，但是不敢保证大家都是。接着我们来看本期的新游戏介绍。首先第一款 Meet Your Maker 由鼎鼎大名的 Behavior Interactive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4月4号发行。那这间公司最知名的作品就是拥有40万篇评论、80%极度好评的 Dead by Daylight， 黎明实现本人第5人格的祖先。我这样讲不会被告吧？那这是一款结合建造以及工程玩法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每一个关卡都是由玩家所设计，是这个游戏的特色之一。游戏背景设定在末日后的世界，为了抢夺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你要勇闯各个哨站关卡，通过各种陷阱与敌人的阻扰，找到藏匿于哨站中的重要资源，并且安全的带回你的哨站。而你也同样为了要防止其他的玩家入侵以及抢夺资源，要把你的哨站建造的像迷宫一样，让它仿佛被施了奇门阵法，怎么绕都是厕所，让其他的玩家一旦踏入就再也无法逃脱。还可以利用各种机关陷阱或是守卫展现你的待客之道，更可以利用一些巧思在入侵者沾沾自喜之际，让他感受到魂系独有的善意，尊敬的喊你一声老贼。而利用攻略其他哨站所取得的资源，可以解锁或是升级你的陷阱、守卫、武器跟装甲等等，帮助你看是要强化你的哨站，或是袭击其他哨站的能力。还可以透过重播观察其他玩家是如何攻略你的哨站，来更进一步的强化你的哨站进行优化。也许因为游戏的关卡主要是由玩家所设计，为了多方面提高游戏能触及的玩家类型，游戏不但在 PC 和主机平台都有推出，而且有在 PlayStation Plus 的会员游戏目录里面。平衡性有做好的话，应该会出现不少具有挑战性又有趣的关卡。第二款96号公路0英里，由 DGX Art 开发的选择导向剧情游戏，在4月4号发售。那由于前作96号公路在你每次故事推进的时候都会跳英里数，所以很明显的0英里就是96号公路的前传。这次的故事将了解生活富裕的本传主角之一 Zoe 为什么要离家踏上公路之旅。当你操作到生活条件较差的好友凯多的时候，会感受到2位好友截然不同的信念与成长的背景，因为各种的事情产生意见的分歧，面对种种关于友谊的考验。除了透过不同的选择影响剧情与角色命运的游玩方式，游戏这一次还设计了极具音乐性的关卡，让玩家从中体会2位角色的内心世界。这个看了觉得还蛮有感的。之前也有不少次因为2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观不一样，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角度都有落差，有时候也因为彼此对于一个选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不一样，导致吵架的事情也是蛮常发生的。第3款 Spiritfall 由 Gentle Giant 开发，今年的4月3号发售 EA 版。那这是一款 roguelite 的横向动作游戏，好久不见，感觉好像有段时间没有这样的新游戏发售了。玩家可以利用斧头、拳击、弓箭等多种武器来攻击敌人，还可以在关卡中透过圣灵随机提供的好礼3选1中选择其中一种来强化角色的战斗能力，像是让攻击附带燃烧的效果，或是能在冲刺移动的时候增加攻击伤害等等，还能够在宝箱找到各种不同 buff 的道具，让玩家透过不同的武器、圣灵技能及道具来搭配出自己喜好的战斗方式。那毕竟是 roguelite， 死掉后也可以拿代币来解锁其他的能力。那虽然是 EA 版，官方也有预先公布了包含武器、地区以及敌人的更新时程，这款的期待度是稍微高一点的。第4款 World 由 Ala World Premium 开发，今年的4月6号发售。那这间公司就是做死灵法师铁匠的那一间。游戏中，玩家为了要收集资源和科技，需要驾驶有如巨型蜘蛛的基地在世界之墙中移动，把基地停在适当的地方进行开挖，并且派出驾驶员对墙内深入挖掘。也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生物袭击你的基地，所以驾驶员在墙内深入探索以及收集资源之余，还要3不5时的赶回基地，利用基地的武器进行防御工作。那你可以利用收集到的资源提升角色身上的套装效能，增加墙内的探索与收集的效率，或者提升基地的枪炮性能来强化基地的防御能力。而随着挖掘越来越深入，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文献，让你揭开游戏世界里面的秘密，甚至挖着挖着豁然开朗，发现墙里原来别有洞天，宛如世外桃源。游戏里面结合了建造、资源探索和塔防的要素，玩法和之前一款评价不错，我也做过影片分享的 Doom Keeper 很类似。基本上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Doom Keeper 的横向版这款我蛮有机会会买来玩玩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说哪边不一样。第5款 Raven's Watch 由无间冥寺的开发团队 Pasteg Games 所开发，游戏会在今年的4月7号发售 EA 版。这一款看起来相当猛很漂亮的视觉风格，是个俯视角的 roguelite 动作游戏。
可以单人游玩，也可以最多4名玩家线上合作。游戏背景取材自古老童话和传奇的故事，并且融合黑暗奇幻的元素。为了对抗并且击败腐蚀世界的邪恶力量，玩家将操控小红帽、吹笛人、阿拉丁和贝武夫等故事角色，各种不同战斗风格的堕落英雄，探索广大又千变万化的地图，并且与成群的敌人进行战斗。每位英雄的独特技能也结合了原版故事的元素，像是小红帽在夜晚会化身成狼人。贝武夫身边的喷火龙会强化攻击的效果，阿拉丁能召唤神灯精灵攻击周遭的敌人，当然也包含了角色培养的要素。随着战斗中获取经验值提升等级，将进一步的提升技能的效果，也可以透过收集资源和商人的交易来提升力量或是魔法技能。EA 发布期间也会陆续的增加新的英雄来增加游戏的可玩性。虽然无间明寺一开始 EA 我觉得没有做好，但是相信团队应该有累积一些经验。这一款的 PV 看起来也很强，一些技能释放的要素、移动、战斗和放招的动画都做得很好。我个人也是蛮期待这一款，可以关注一下发售后的评价。第6款 Necro City 由 Gameperic、Shift Games 共同开发，今年的4月5号发售 EA 版。一款看起来蛮有趣的即时战略类型游戏，本来是想跳过这一款的，但是之前的序章版的评价不错。游戏背景设定在一切井然有序的亡灵之国，玩家将扮演年轻的亡灵王子，为了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担起重任，你将借由建立王国的前哨基地来拓展亡灵的势力范围，同时保护圣地，避免遭到正义势力的入侵。在初期，你会召唤幽灵、化身工人收集资源，甚至集结小队向外探索寻找宝箱，并利用资源建造能源的设备，以提供各种建筑设施需要的动力。那为了对抗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入侵，你要招募骷髅兵、死灵法师等各种兵种来建立军队。除了可以用军营以及高塔这些设施来提升防卫的能力，更要善用墙壁与各种陷阱来阻挡敌人。那游戏里面也有技能树的系统，透过不同的咒语及法术的搭配，让玩家建立出不同形态的作战能力。第7款 Survivors 由 MakerWorks 开发，今年的4月6号发售 EA 版。那这一款很明显的就是 Doom-like 的游戏，我原本是已经比较免疫了，对这种风格也厌倦了。可是这一款看起来画面做得不错，尽管走的还是90年代射击游戏的复古风格，可是整个画面感看起来比较舒服，也比较不会晕。那 Doom-like 类型一直都是以快节奏、爽快的战斗为主，再搭配上多种类的武器以及有限的弹药，逼迫玩家面对各种敌人的时候，都选择更有 CP 值的打法。那也因为这一款游戏背景设定在未来世界对抗外星的生物，比起写实派的战争游戏，也有像是可以射出火球、火焰、电球等具有科技感的武器。那先前几个高评价的 Doom-like 游戏玩起来都有点晕，这一款看起来应该就比较不会有晕眩的问题。第8款法外枭雄滚石阵，这是上周发售忘了提到的游戏。那没有提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目前是 Epic 独占，不偏心还是讲一下。那这款是以帮派犯罪为题材并且集结众多明星演出的动作射击游戏。那玩家所扮演的是崔维斯·巴克，在前任老大去世之后，就立志要成为新任的老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会和其他觊觎王位的帮派对立，并且在各种抢钱或是偷东西的犯罪任务中，抢夺对手的地盘，并且躲避警方的追捕，逐步的建立自己的犯罪帝国。游戏支援最多4人的合作模式，那如果没有朋友的话，电脑也会自动的补人给你。4月4号之前购买还要打85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第9款海鼠的诅咒由 Petoms Studio 开发，今年的4月6号发售的美式卡通风格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玩家将扮演受到女巫诅咒而变成老鼠的囚犯，为了击败女巫并且解开自己与伙伴的诅咒，你将探索18世纪的爱尔兰海岸，并且打败所有阻挡你的敌人。游戏有4个角色供玩家选择操作，由火、土、水、空气4种元素，这些元素会表现在你的武器、技能和攻击的方式上，让每个角色各有不同的战斗风格。在游戏中可以透过与 NPC 对话来更换操作的角色，让玩家能够以自己的喜好改变战斗的方式，面对不同种类的敌人。而收集到指定数量的精神能源之后，就能够为角色提升攻防数值或者解锁新的技能，让角色在战斗中发挥潜藏在体内的力量开大绝。那这一款以手绘动画，并且结合环境3D 景深的效果，加上全程的配音，让这一部动作冒险游戏不管在视觉或是听觉上，都有着强烈的经典卡通风格。游戏有支援本地端4人同游，但是单人应该也是可以玩吧？操作看起来蛮流畅的，感觉是本周的重点横向之一。第10款巴别图书馆。看起来相当猛的2D 解谜，在家机平台上面也有同步出。游戏故事灵感来自于同名小说，带有神秘与哲学探讨的元素。剧情发生在人类灭绝后的2万年，世界已经由机器人所统治，一切井然有序。不过，机器人对于万物起源以及造物主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个藏有过去、现在到未来所有书籍的图书馆，机器人的世界也将迎来前所未见的骚动。
那玩家在游戏里面要扮演的是一个调查谋杀案的机器人，他将追寻凶手留下的线索，深入巴别图书馆，并且查出图书馆遭到封锁的原因，找出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为了深入谜团，玩家将操作角色进行平台的跳跃，或是依靠前行回避敌人侦查与攻击，也可以利用科技设备探查无法进入的地方，找寻关键的物品，还能够组合不同的物品制作新的工具来帮助探索或是移动，更要利用智慧解开谜题与机关，看穿藏在迷雾后面的真相。感觉剧情蛮有料的，讨论度也不错。喜欢前行冒险、解谜和哲学色彩的话，这款游戏会在4月7号推出。然后追加一款 Apple World。由刚杯 Games 开发，3月25号发行 EA 版，原价22块，现在打77折，只要17元，便宜了5块钱。评价是超过600篇的97%压倒性好评。呼应一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话题，那这是一款支援多人连线的射击游戏。在游戏中，所有玩家都会化身为猩猩，为了抢夺香蕉，玩家要手持机枪、狙击枪、大炮或是剃刀等武器来进行对战。击倒敌人之后，配上叽叽叽的笑声，玩起来有股莫名的喜感。也不用为了击倒任何一只动物而登上新闻，和几个朋友一起玩，感觉还蛮不错的。另外，韩国游戏发行商 Netmarble 最近在游戏开发者大会上面公布了新的7大罪起源游戏。那这是一款开放世界的动作角色扮演。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角色使用不同的武器与技能，而呈现出华丽又流畅的战斗画面，并且由玩家切换操作角色的方式，让其他的伙伴上场，不会有 AI 操控角色打酱油的尴尬场面。展示画面中也包含了骑乘动物、潜水或是机关解谜等不同的方式，来增加新的探索区域。游戏目标是在2024年推出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上市日期，但是除了手机和 PC， 预估也会推出在家用主机上，看起来是个很有野心想要推广服务型的游戏。最后是萨尔达传说系列作的最新消息，任天堂于3月28号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面公布了一支由制作人青沼英二亲自试玩《王国之泪》的展示影片短短的13分钟内透露了大量的游戏情报。可以看到本作除了延续旷野之息的世界观之外，还将场景延伸到了天空上，增加了空岛可以探索。天空中会降下一个类似升降台的石头。那主角林克的新能力倒转乾坤，可以回溯这个石头的运动轨迹，然后搭上石头回到原本的高度来登上空岛。那想要离开岛上的话，可以直接自由落体跳下去，从空中俯视整个海拉鲁大地来找寻下一个目的地。在空岛上会遭遇到新的敌人魔像，那魔像被打倒之后会掉落一些素材，再利用新的能力余料建造，可以将2个任意物品合而为一，制作出具有全新效果的武器，而且合成之后的武器耐久度也会增加。不同的素材组合会产生出对应素材的效果，例如说把剑跟兵器材料结合，被箭射中的魔物就会暂时的被冻结；把打倒魔像时取得的眼球跟箭矢结合的话，就会变成自动追踪箭，射出去会自动瞄准空中最近的敌人。那即便是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的烟雾蘑菇跟盾牌结合之后，也会保留烟雾的特性，用盾牌挡住敌人攻击的时候就会触发烟雾，遮蔽敌人的视野，然后还可以进行暗杀。除此之外，也可以把2种武器结合起来，在长度、大小、攻击力上面都会有所改变。制作人提到的新的能力，还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组合，让玩家可以自由的发挥想象力。那第3个新能力救急手则是可以自由的组合物体，组合物体的位置跟方向也能够随意的调整。那制作人在影片中利用这个能力做出了一个简易的木筏，但是这个木筏这个就是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如果没有限制连接数量的话，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做出一个家感觉可以做出一些很不得了的东西。那第4个新能力通天术则是可以突破地形高度的限制，只要是有天花板的地方都可以尝试穿越屋顶，也可以从洞窟中直接往上穿到地面上。相较于前作必须自己爬上山是方便许多。那制作人强调，本作主打自由的创造力，让玩家发挥想象力，在游戏里面可以随意尝试各种玩法跟组合。从这次的展示影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有趣的，把前作旷野之息的游玩性跟自由度再往上提升了不少。那萨尔达传说王国之泪预计在5月12号在 Switch 平台上面独占上市。影片最后也一并公布了 OLED 款式的同捆 NS 主机，确定会在4月28号先行发售，但是不含游戏，也会另外推出王国之泪版的 Pro 控制器跟便携包，2款周边则是预定会在5月12号推出。那这个礼拜其实有蛮多不错的独立游戏登场，尤其喜欢玩横向的人，海鼠的诅咒、Spiritfall、Raven's Watch 这几款，不论是美术设计、打击感看起来都蛮不错的。但是当王国之泪的消息一公布，大家的焦点应该都是放在萨尔达传说上感觉真心猛。届时应该又是一堆实况主YouTuber 疯狂的开台做影片，光看他们这个新的系统介绍感觉可玩性相当高。不该这样想但是心里会觉得年度游戏好像有点稳。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次的新情报释出呢？
好啦，那这次的新电报就到这一边，我是莱斯，谢谢你看到最后，大家拜拜。